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关于一位北京来的女士和一位台湾男士的相亲经历。这个故事真是让我感慨万分，也让我深刻认识到，有时候我们对彼此的认知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偏差。这位女士叫林美玲，今年42岁，北京人，在一家外企做高管，年薪100万以上。单身至今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伴侣。他这次来台湾出差，顺便联系了我，说想让我给他安排几次相亲。我本来是不接受临时客户的，但看在他是我老同学的表姐介绍来的，就破例接下了这个单子。林美玲长得挺标致的，皮肤白净，身材保持的也不错，穿着打扮非常精致，一看就是那种事业有成的都市丽人。但第一次见面，他就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太好的印象。丽姐，我跟你说，我对这次相亲其实没抱太大希望。林美玲端着我给她泡的茶，优雅地抿了一口，眼睛却不自觉地打量着我简朴的工作室。我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的。我笑笑说，那你期望中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呢？首先要有房有车，最好是豪宅名车。她不假思索地说，然后年收入至少要在200万人民币以上吧，最好是企业家或者高管。年龄吗？40到50岁之间，身高1.78米以上，有品位有见识，最好是海归。我听完心里直摇头，虽然我接触过不少大陆来的女客户，但像林美玲这样直接把物质条件摆在首位的还真不多见。美玲你的条件其实蛮高的，我委婉地说，在台湾可能和大陆有些不一样。这边的人虽然也看重物质基础，但更注重精神契合和生活理念是否一致。哎呀，丽姐，你是不了解大陆现在的情况。林美玲放下茶杯，一脸自信地说，现在在北京，普通白领的年薪都过100万了。我那些闺蜜嫁的都是身家几个亿的富豪，开的都是100万级的豪车，住的都是中央别墅区的大 house。 她停顿了一下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优越感。我虽然条件不算顶尖，但在大陆也算是中上水平了。我觉得台湾这边的经济水平嘛，可能没有北京、上海那么发达，但找个条件差不多的应该不难吧。我听完心里暗叹一口气，这种对台湾的刻板印象我见得太多了。很多大陆朋友第一次来台湾，都会有台湾怎么这么穷的错觉，但实际上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大陆不一样，注重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品质，而不是表面的光鲜亮丽。美玲台湾这边的情况和大陆有些不同。我耐心解释道，这边的人比较低调，即使是很有钱的企业家也不会刻意显摆。而且台湾社会更注重精神层面的东西，比如两个人的三观是否一致，生活习惯是否相合，性格是否互补等等。是吗？林美玲挑了挑眉毛，脸上带着一丝不以为然的表情。那你给我介绍的对象，条件大概是什么水平的？我给你安排的第一位，叫陈志明，台湾清华大学毕业，现在是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，今年45岁，离异无子女，人品很好，性格温和，对生活有自己的规划和追求。科技公司什么规模？年收入多少？有没有房车？林美玲一连串地问道。志明有自己的房子，也有车，生活无忧。我笑着说，但在台湾，我们不太习惯一开始就打听对方的具体收入和财产情况，这些东西可以在交往过程中慢慢了解。哦，这样林美玲看起来有些失望，但还是同意了见面。那就见见吧，反正我在台湾待1周，时间充裕。就这样，我安排了林美玲和陈志明在一家环境优雅的咖啡厅见面。陈志明是我很欣赏的一位客户，为人诚恳，有责任心，也很有智慧。他虽然不是什么亿万富豪，但在台湾也算是非常不错的条件了。见面那天，林美玲穿了一身名牌，手腕上戴着卡地亚的手表，耳朵上是宝格丽的耳环，一副贵妇人的派头。而陈志明则是简单的衬衫加休闲裤，干净整洁，但并不特别引人注目。你好，我是林美玲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林美玲伸出手，脸上带着职业化的微笑。你好，我是陈志明，久仰久仰。陈志明温和地回应道，声音柔和又有磁性。
两人坐下后点了咖啡和点心，开始聊天。一开始谈话还算顺利，主要围绕各自的工作和兴趣爱好。但很快，林美玲就开始有意无意地炫耀起她在北京的显赫生活。在北京，我住的小区可是顶级豪宅，1平米10几万呢。我的房子足足有200多平，光装修就花了200多万。林美玲边说边观察陈志明的反应。我平时喜欢去国贸那边的高档餐厅吃饭，一顿饭随随便便就上千上万的，我都习惯了。陈志明只是微笑着听，不时点点头，既不附和也不反驳。对了，志明，你平时喜欢去哪些地方消费啊？林美玲故作随意地问道。我啊，平时比较简单，喜欢去夜市吃小吃，或者和朋友一起去登山、骑自行车什么的。陈志明实事求是地回答，偶尔也会去一些餐厅，但不会特意选择很贵的地方，主要看食物是否合口味，环境是否舒适。夜市，林美玲的眉头皱了一下，那种地方不是很脏很乱吗？台湾的夜市其实很有特色，也很干净，是体验本地文化的好地方。陈志明温和地解释道，我觉得生活不一定要多奢华，关键是要有品质，有意义。林美玲听了，心里更加确信陈志明的条件肯定不怎么样，可能就是个普通工薪族。但为了不失礼，她还是继续着这次约会。我大陆的闺蜜们个个都嫁了亿万富豪。林美玲忍不住又开始炫耀，她们老公动不动就送爱马仕、香奈儿、买跑车、别墅什么的。我已经很低调了，但我觉得生活还是要有一定品质的。你说的对，生活确实要有品质，陈志明赞同道。但紧接着话锋一转，不过我认为，生活品质不单纯取决于物质条件，更在于心灵的富足和精神的满足。林美玲有些尴尬，但很快调整心态，继续话题。志明，你在那家科技公司工作多久了？规模大吗？他试图打探陈志明的经济状况，已经15年了。公司规模中等，但技术领先，在行业内口碑不错。陈志明平静地回答。哦，那薪资待遇怎么样？在台湾算高的吗？林美玲直接问道。陈志明微微一笑，在台湾，我们一般不会在初次见面就讨论薪资问题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的收入足够我过上舒适的生活，也能负担起一个家庭。林美玲心里更加确信，陈志明肯定不如她在北京的那些富豪闺蜜的老公，心里不禁有些失望，觉得这次台湾之行可能要白费了。志明，你平时都开什么车啊？林美玲又问道。我有一辆 Toyota， 已经开了7、8年了，很省油也很耐用。陈志明如实回答，丰田。林美玲心里暗暗鄙视，在北京，我身边的朋友开的都是奔驰、宝马、保时捷，甚至有些是法拉利、兰博基尼呢。汽车对我来说只是代步工具而已。陈志明平静地说，我更关注它的实用性和环保性能。林美玲越来越觉得这次相亲简直是浪费时间。在她看来，陈志明可能连她的一个下属都不如。但出于礼貌，她还是坚持完成了这次约会。临别前，林美玲忍不住说，志明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太合适。我在北京的生活水平可能比台湾这边高很多，我担心将来会有生活方式上的差距。陈志明听了并没有生气，而是微微一笑，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林美玲。美玲，你看看这个。林美玲接过照片，只见照片上是一栋坐落在山间的豪华别墅，前面是碧蓝的泳池，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。这是林美玲有些疑惑，这是我在垦丁的度假别墅，上个月刚装修好。陈志明平静地说，那辆丰田是我平时上班代步用的，但我家里还有一辆保时捷911和一辆特斯拉 Model X， 只是平时很少开出来。林美玲愣住了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其实我们公司是我15年前创立的，现在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，市值超过30亿美元。陈志明继续说道，语气依然平淡如水，但在台湾，我们不习惯用这些外在的东西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。我平时也不喜欢张扬，更愿意过普通人的生活。林美玲的脸刷的一下红了，羞愧的无地自容。她这才意识到，自己不仅贸然对陈志明做出了错误的判断，还一直在他面前炫耀自己那点可怜的成就。对不起，志明，我不知道。
林美玲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没关系。”陈志明温和地笑了笑，但我还是觉得我们可能不太合适，不过原因和你想的不一样。我更希望找一个能欣赏生活本质，不太在意物质和外表的伴侣。祝你在台湾旅途愉快。说完，陈志明礼貌地道别，转身离开了咖啡厅，留下林美玲一个人呆坐在那里，久久不能回神。这个故事还没完呢。林美玲回到我的工作室，脸上满是挫败和尴尬的表情。我看她这样子，就猜到相亲可能不太顺利。怎么样？志明人不错吧？我故意问道。其实我已经收到陈志明的信息，知道大概发生了什么。丽姐，我真是太丢人了。林美玲坐下来，声音里满是懊悔。我竟然不知道陈志明是个上市公司的老板，我还在他面前炫耀我那点可怜的成就。我现在想想都觉得脸烫。我给他倒了杯茶，安慰道：“这也不能全怪你，毕竟你不了解台湾的文化和国情。在台湾，很多真正有钱有地位的人反而生活得很低调，甚至有些朴素。他们不会通过穿名牌、开豪车来彰显自己的身份。”是啊，我现在才明白。林美玲自嘲地笑了笑。我在北京的那些闺蜜，天天炫耀自己嫁了多么有钱的老公，住多大的房子，开多贵的车，其实很可能都只是表面风光而已。在台湾，人们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、处事方式和生活态度，而不是外在的财富和地位。我继续解释道，很多台湾的富人家庭，孩子从小也是搭公交车上学，吃路边摊，过着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的生活，但他们受到的教育和培养却是非常优质的。林美玲若有所思，难怪志明说他平时喜欢去夜市吃小吃，喜欢登山和骑自行车，原来这才是真正有品质的生活方式。没错，我点点头。台湾和大陆虽然同根同源，但因为历史发展路径不同，社会文化也有很大差异。台湾经历过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，再到现代服务业社会的完整转型，社会价值观也相应发生了变化。现在的台湾社会更崇尚的是低碳环保、简约自然的生活方式，更注重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。我明白了。林美玲深深地叹了口气，看来我对台湾的认知真是太片面了。我一直以为台湾比不上大陆的一线城市，经济落后，生活水平低，却不知道人家只是价值观不同，追求的东西不一样，所以两岸的交流很重要。我笑着说，只有亲身体验过，才能真正理解彼此。那么你还想继续相亲吗？我手上还有几位不错的男士可以介绍给你。我不知道。林美玲犹豫了，我现在感觉自己的择偶标准都被颠覆了。我以前总是看重对方的物质条件，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。那正好是个重新思考的机会，我鼓励他。不如这样，我再给你安排一次相亲，但这次你试着用不同的标准去评判对方，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。林美玲想了想，点头同意了。好吧，我愿意尝试。不过这次我得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太好了，我高兴地说，那我给你介绍李文彬。他是一位大学教授，教授中文文学，为人温文尔雅，知识渊博。虽然收入不算特别高，但精神世界非常丰富。大学教授，林美玲的眼睛亮了一下，听起来不错。第二天，林美玲和李文彬在一家幽静的茶馆见面了。这次林美玲特意穿得朴素一些，没有戴那些昂贵的首饰，也收起了炫耀的心态。李文彬是个5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举止文雅，谈吐不凡。一见面，两人就聊得很投机，从古典文学谈到现代艺术，从人生哲学谈到社会现象，话题丰富而深入。文彬，你对生活的理解真是让我佩服。林美玲由衷地说，我以前总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，却忽略了精神层面的充实。物质和精神其实是相辅相成的。李文彬温和地说，适度的物质基础是必要的，但过度追求物质反而会让人失去生活的真谛。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39知足常乐39，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人生态度。林美玲第一次感受到了精神层面的契合带来的愉悦感，这种感觉和炫耀物质财富时的虚荣心完全不同，更加深刻和持久。文彬，你平时除了教书还有什么爱好？
林美玲真诚地问道。我喜欢画国画，练书法，偶尔也写写诗词。李文斌说，这些传统艺术形式能让我的心灵得到宁静和滋养。此外，我也喜欢徒步旅行，感受大自然的美妙。真好，我也很喜欢旅行，不过以前都是去一些知名景点打卡，为了在朋友圈炫耀。林美玲坦诚地说，现在想想，那样的旅行其实挺肤浅的。每个人的追求不同，没有对错之分。李文斌宽容地说，重要的是你能不断反思和成长。这次相亲，林美玲完全没有关注李文斌的物质条件，却意外地收获了精神上的满足和共鸣。离开茶馆时，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，约好下次一起去台北郊外的阳明山徒步。回到我的工作室，林美玲满脸笑容，丽姐，这次相亲太棒了。文斌真是个有修养、有内涵的人，和他在一起，我感觉自己也变得更有深度了。看来你真的转变很大啊！我由衷的为他高兴。那文斌的条件你还满意吗？说实话，我都没问他住在哪里，开什么车，收入多少。林美玲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我只知道他是大学教授。但我们聊得那么投机，这些外在条件好像也不那么重要了。太棒了！我拍拍他的肩膀，这才是真正的相亲嘛，寻找的是心灵的契合，而不是物质的匹配。不过丽姐，我还是有点担心。林美玲突然有些忧虑，我在北京，她在台北，就算我们真的发展下去，将来怎么办呢？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考虑。我认真地说，两岸的婚姻确实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，比如户籍、工作、生活习惯等等。但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，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。我会好好考虑的。林美玲点点头，不管怎样，这次台湾之行对我来说是一次重要的转变。我感觉自己的价值观都在悄悄改变，这不正是旅行和相亲的意义所在吗？我笑着说，遇见不同的人，了解不同的文化，拓展自己的视野，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追求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林美玲和李文斌又见了几次面，他带她去了台北的诚品书店，去了阳明山看日落，去了九份体验老台北的风情，还带她品尝了各种台湾的特色小吃。林美玲发现，这种简单而有深度的约会方式，比她在北京那些奢华的餐厅和会所要有意思得多。文斌带我去的那些地方，都不是什么高消费场所，但每一处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。林美玲感慨地对我说，她对台湾的历史和文化了解得那么透彻。听她讲解，我就像在听一堂生动的历史课。这就是台湾男士的魅力所在啊，我笑着说。他们可能不像大陆的一些成功人士那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，但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高，知识面广，而且很尊重女性，懂得照顾女性的感受。确实如此。林美玲点头赞同。和文斌在一起，我从来不需要担心行程安排，他总是考虑得很周到。而且他特别绅士，每次都会主动付账，虽然去的都不是什么高消费的场所。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我好奇地问。我后天就要回北京了，林美玲有些依依不舍。不过我们约好了，下个月文斌要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，我们可以再见面，而且我们已经开始每天视频通话了，那很好啊。我高兴地说，异地恋虽然有些困难，但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，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。是啊，我现在才明白，爱情不是用物质条件来衡量的，而是两个人在一起时的那种舒适感和契合度。林美玲感慨道，以前我总是用金钱、地位、房子、车子这些标准来筛选对象，现在想想真是肤浅。不过你之前的标准也不能说完全错误。我客观地说，毕竟在现代社会，一定的物质基础是必要的。关键是要找到平衡点，既不能过度看重物质，也不能完全忽视现实。我现在就是在寻找这个平衡点。林美玲若有所思。对了，丽姐，我很好奇，如果文斌知道我之前那么势利，会不会对我有看法？这个嘛，我笑了笑，每个人都有过去，重要的是现在和将来。如果你真的转变了，我相信文斌会看到你的改变和真诚。诚实是感情的基础，如果你们关系更进一步，你可以考虑坦诚地告诉他你的转变过程。我会的，林美玲点头。
这次台湾之行真的让我收获很多，不仅可能找到了人生伴侣，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真实的自己。回到北京后，林美玲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她不再热衷于和那些炫富的闺蜜们厮混，也不再刻意追求名牌和奢侈品。她开始读一些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书籍，经常和李文彬视频聊天，分享各自的见解和感受。1个月后，李文彬如约来到北京。当他看到林美玲住的普通小区和开的普通轿车时，脸上没有任何惊讶或失望的表情。你住的地方很温馨，李文彬真诚地说，能感受到你的生活态度和审美取向。林美玲有些忐忑地问，你不觉得和我在台湾说的不一样吗？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李文彬温和地说，我欣赏的是你的真诚和不断成长的勇气。那一刻，林美玲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幸福。她终于明白，真正的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和虚荣上的，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和精神共鸣上的。半年后，林美玲和李文彬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婚礼上没有奢华的排场，没有昂贵的礼物，有的只是亲朋好友的真诚祝福和两人相视而笑的幸福瞬间。丽姐，谢谢你当初给我上的那堂39人生课39。在婚礼上，林美玲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感激地说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还沉浸在那种虚假的价值观里，错过了真正的幸福。不用谢我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和努力。我由衷地祝福她，祝你和文彬白头偕老，幸福美满。婚后，林美玲辞去了北京的高管职位，搬到了台北，在一家文化公司找到了新的工作。虽然收入比以前少了很多，但她和李文彬的生活却充满了诗意和温馨。周末，他们有时去郊外徒步，有时去博物馆看展览，有时就在家里看书、喝茶、聊天。这种简单而有品质的生活，让林美玲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满足。文彬，我以前总觉得只有住豪宅、开豪车、穿名牌才算是有品质的生活。林美玲靠在丈夫肩膀上，轻声说，现在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品质生活是内心的充实和灵魂的富足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。李文彬温柔地抚摸着妻子的头发，重要的是你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那一条。我是丽姐，一个见证了无数两岸姻缘的红娘。我相信爱情可以跨越海峡，婚姻可以连接两岸。只要两颗真心相遇，就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